明明都来自一个岛屿，然而日子却过得天差地别。一个经济和发达国家比还有点差距，但也够丰衣足食的。那另一个呢，直接把穷到只能吃土给干成了现实，各种贪污腐败、吸毒斗殴横行。不是，那到一个地方的，怎么分个家就分出这么大差距了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伊斯帕尼奥拉岛位于加勒比海，是这里的第二大岛屿，面积约为 7.6 万平方公里。岛上有2个国家，分别是多米尼加和海地。虽然同处一地儿，但这2个国家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，说是一面天堂一面地狱都不为过。而占据岛屿大多数面积的多米尼加位于岛屿的东部，与海地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 4.84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123万人。从占了大多数面积来看，多米尼加算得上是老天爷赏饭吃。不过也确实是面积多不说，平原面积也多，不像海地面积小，结果 95% 的土地还都是山地，农业上天生矮多米尼加一头。有这么大的优势，多米尼加的农业也很有出息，占了全国 GDP 的 6%， 全国更是超半数人从事的都是农业。不仅如此，多米尼加矿产资源也相当的丰富，储量超 6.5 亿磅的铜矿，美洲地区最大的露天金矿，以及铁、镍、大理石等资源。靠着这2点，多米尼加的日子过得也不会太惨。更何况人家还很努力，从建国开始就拼命的发展旅游业，借着绝佳的景色和优质的服务，每年接待游客超300万。光是2018年就创收了近80亿美元的收入，人均 GDP 更是高达到了1万美元。海地可以说是深刻的演绎了什么叫同岛不同命。明明大家都在一个地方，偏偏多米尼加能靠着农业、矿业和旅游业过上了潇洒的日子。虽然面积小了点，但人家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该有的都有。如果来到多米尼加的街头，会发现这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环境卫生和欧美国家比呢也大差不差。当地人均收入高，生活节奏非常的缓慢，在享受生活的时候，顺带的把钱也给一起赚了。这种舒适的生活状态也延长了当地人的人均寿命，再加上遍地的热带风情，使得多米尼加成了很多人心中的养老圣地。反观海地，人均 GDP 仅有1400美元左右，国内贫富差距巨大，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。我们开玩笑的说穷到只能吃土，却是海地人最真实的写照。在泥土里和点盐和黄油，再拿去晒干，就是他们每天充饥的东西。虽然这种土饼既便宜又能顶饱，但实际上一点营养都没有，而且吃多了还会导致身体出问题。但没办法，为了不被饿死，他们就只能每天吃土。海地不仅穷，而且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，都是一片的脏乱差。他们的首都太子港是个港口城市，按理说一国首都建设的应该不会太差吧。然而高楼大厦是看不到几座，遍地都是小矮房，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什么贫民窟呢。此外，当地治安还不行，好不容易有点游客吧，经常能碰到被抢被盗事件，而且从政府到个人都是各种吃拿卡要，贪污腐败横行。当多米尼加人在自家海滩上小声生活的时候，而海地人就只能穿梭在垃圾堆里，或是晒点土饼吃吃。明明都在一座岛上，为啥海地人会穷成这样呢？只能说和多米尼加比起来，海地就像是被抛弃的存在。当初拼了命的独立，成了全世界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，为的就是日子过好点。但独立之后才发现，日子别说过好了，还倒退了不少。为啥？前面也说了，海地不仅面积小，而且 95% 还都是山地，耕地面积少，粮食产量不足，压根儿就没法养活上千万人。另外，海地的矿产资源也不多，也就铝矾土储量多点，再加上森林资源。可惜的是，为了多种点粮食，这种森林资源被砍伐殆尽，但这都是先天不足。真要说导致海地过得这么惨，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。自从独立后，海地就没过上几天好日子，时不时的就发生点政变，哪怕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了，领导人呢恨不得把海地的血给吸干。再加上贪污腐败，国际社会不是没想救救这个国家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海地陆陆续续接受了上百亿美元的经济援助，另外还包括了医院、学校等民众基础设施等等。然而这么多钱砸下去，半点水花都没溅起来呀，也难怪特朗普会骂他为粪坑国家。就算如此，海地依旧死猪不怕开水烫，还到处伸手要钱儿。我们很难想象，在21世纪的今天，还有国家的人民需要靠吃土活命，而这就是海地，一个看不到希望的岛国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财的小手给俺来个点赞、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